然后我的直属上司是非常严肃的人，他就突然脾气变得比较暴躁一点，我自己也觉得开始工作感到很不开心了，所以结果突然公司就请了一个新的老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B。最近有很多观众在下面留言说，他们很想要找到理想的工作，想问说有没有办法用吸引力法则找到理想的工作呢？答案是当然可以啊。今天就要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。我们要讨论3种情形，第一个是如何改善目前的工作环境，第二个是如何找到新的工作，第三个是如何转换跑道。同事好讨人厌哦，怎么办呢？这个我自己就有一个例子，就是我曾经在一个公司工作，然后那边的公司同事都非常好相处，就是大概我们10个人，然后我们有时候下班还会一起去玩桌游，大家也都很好相处，工作起来非常愉快。但是就有其中一个人，他比较跟大家不一样，他可能意见比较多，然后又不太听别人的意见，比较难相处一点，就很明显的跟大家频率不同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只要保持自己的频率，不要被他影响，他就自然而然会离开。那时候我就是比较忽略他，认真做我的事情，不要被他影响到。所以我把我自己的频率保持好，不要被他影响，就很快他就自己离职了，因为找别的工作了。然后又新来了一些同事，是那种很好相处的同事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磁铁，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频率，你会跟同频率的人相吸，跟不同频率的人相斥嘛。你只要保持自己的频率，那些不合的人就一定会离开你，他没有任何选择，他一定会离开你。那跟你同频率的人就一定会靠近你，被你吸引。所以如果你们公司里面只有1-2个人比较麻烦的人，你就做好你自己的事情，你不要管他，也不要去抱怨他或说他坏话，因为这样反而会跟他的频率又纠缠在一起，那他就会更离不开你们。老板好机车哦，怎么办呢？我之前有一个工作，然后我的直属上司是非常严肃的人，我跟他工作了1年多都没什么问题，因为我自己就是比较好相处的人，所以他也 OK， 他不会来找我麻烦。过了1年半之后，他就突然脾气变得比较暴躁一点，可能是因为他压力很大，所以有的时候很难跟他沟通。我自己也觉得开始工作感到很不开心了。可是我又不想离开公司啊，因为工作内容是 OK 的。问题就是跟我1对1的那个老板，我比较没办法合作这样子，所以我就用写的，我就开始在笔记本上面写说，我有一个很棒的上司，他个性很好，脾气很好，很好相处，很好沟通。感谢老天爷给我一个这么好的上司，感谢感谢感谢。我就开始一直写满我整个笔记本，同1页都是写说感谢老天让我有一个这么好的上司，非常好相处，很好沟通，人又很好，怎么样怎么样的。那时候我是很希望他可以脾气变好一点，所以就很认真的写，大概只花了10天的时间哦。结果突然公司就请了一个新的老板，就是我的上一个 level 的人，请了一个新的人代替他，变成我的上司了。那后来我就只要跟那个人开会就好了，我就不用跟原本的上司开会了。我自己都吓到了，因为我不知道我写这个东西会发生什么事。其实我心中没有什么太大的期许，没想到老天爷是安排一个新的人代替他的位置，然后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过，而且只花了10天哦，真的是太感谢老天爷了。如果说你的上司不太好相处，你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。再来我们要讲的是，如果你想要换到同个产业的别的公司，你可以怎么做呢？这个跟找到理想情人其实是很像的。首先呢，你要列一个理想工作的清单，把你所有想要的条件都写在纸上。你可以写得很具体，例如说你希望离家里多近啊，还是在家工作啊，还是在哪一个县市啊？你希望公司规模多大啊，有多少同事啊，薪水多少啊？这些条件都写在纸上，依照重要顺序去排列，把最重要的放在上面，最不重要的放在下面。然后你每天如果有想到新的比较重要的条件，就列上去，然后重新排列这个清单。每天这样排列清单，大概过了1个礼拜之后，你就会知道什么对你是最重要的，什么是比较不重要的。这边的条件要以你心中理想的为主，而不是以这个普世价值观为主。你要 care 的是你心中真正想要的东西，不要去管别人在想什么。因为如果这个东西是比较接近你内心真正想要的，你会比较容易显化。所以呢，经过1个礼拜之后，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你最重要的3个条件是什么。你把那3个条件写在纸上，常常去看，常常去想象这样子的工作。你在睡觉之前也要想象在做这样子的工作。这边都是以完成式来看哦，就是已经有了。学生时代我们英文课，我们最讨厌就是完成式。为
为什么这句话会有2个海？不知道。但是吸引力法则最重要的就是完成式哦，你已经有了，非常重要。第3个步骤，你要培养自己的信心，相信自己可以值得这样子的工作。我觉得很多人在找工作，他都会缺乏信心，觉得自己就是不值得，所以就开始狂投履历，然后一天投200家，然后都没有下文。那是因为你觉得自己不值得，你才会用一种很匮乏的心态去找工作。不行，你一定要培养自己的信心，相信自己可以。你可以列下自己的优点，10个、20个。你要不断提醒自己是很棒的人，很有能力的人，要相信自己可以值得这样子的工作。因为如果你心里不相信你值得这样子的工作的话，那也没办法显化。信心是真的很重要的哦。第4个步骤就是依照直觉来行动。有时候你会心血来潮想去投个履历，那就去投。那有时候心血没有来潮，你就不要去投。听从你的直觉是非常重要的，宇宙要给你的指引都是透过直觉来告诉你的，所以你要常常练习去听自己的直觉，听你内心的声音。举例来说，可能你今天就突然很想吃某一间牛肉面，去那边点餐的时候就遇到一个不熟的朋友，然后跟他聊一聊，就发现他公司在征人耶，刚好就是缺你这样子的人耶，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录取了。就类似这样的直觉，你就要去听自己想做什么就去做。想做的事不一定跟工作是直接相关，可是它最后都会让你遇到你要的工作。我选错行业了啦，我要转职。通常啊，你如果卡在这个工作，然后你想做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职业的时候，通常是因为你有很多限制性的信念，让你不敢行动。例如，你就会听到人家说，兴趣不能当饭吃啊，做什么工作没前途啊，或者是你家人跟你说，你一定要做什么才会有保障啊，什么的。别人说的话都不代表你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，他们说的也是一个限制性的信念啊。不要让别人的限制性信念限制到你自己，你自己也不要接受那样子的限制性的信念。非常绕口令，每一个信念都会变成你的实相。如果你要让你的实相更美好的话，就一定要去除那些限制性的信念。你可以去看看一些成功人士的案例，就例如说兴趣不能当饭吃这件事情，这绝对不是真的啊！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在做他们非常有兴趣的事情，而且也非常成功，赚很多钱，所以这句话完全就是错误的啊！再来，如果有人说怎么样的工作才有保障什么的，那你也可以找一些例子，是他做那样子的工作，最后却被 fire 了，所以也没有保障啊。有没有保障都是在于这个人，而不在于那个工作。所以如果你要转换跑道的话，很重要的是要先去除这些限制性的信念。再我们要讲的是，你的思想、你说的话跟你的行动都要在同个方向，才有办法显化这个梦想嘛。那如果你现在没有在做你理想中的工作，就代表你这3个东西一定有一个地方出错了。也许你已经想了，也许你也常常在讲，但是没有行动的话，一样没办法显化。这个地方就需要你踏出舒适圈了。我跟你讲，其实很多你想要的东西都是在你舒适圈之外，不光是工作，还有很多你的梦想全部都是在你的舒适圈之外，所以你要想办法踏出舒适圈，你才有办法显化这个工作。就跟你们分享我自己的经验吧。我大概很久以前就会羡慕别人当 YouTuber 了。我最早的影片大概是在5、6年前吧，拍得非常烂，然后一放上去当然没人看啊，然后就觉得有点打击。那时候也不知道讲什么内容啦，没有自己的方向，所以很快就不敢做了。但是我每一年的新希望都会写说，我想当 YouTuber， 我想当 YouTuber 这样子。我写了好几年的新年新希望，可是都没有行动啊。因为当 YouTuber 是一个非常舒适圈之外的事情，不会拍片，不会剪片，然后又要露脸，又不知道讲什么，这整件事情都是在舒适圈之外的事情。可是今年就突然觉得我应该要来做这件事情，而且我可以聊我最有兴趣的话题，就是吸引力法则，自己学习剪片也很 OK， 花一点时间学就可以了。如果我没有踏出的话，我再怎么想，再怎么说都是没有用的。所以关于转换跑道这件事情，你要相信你绝对可以的，你只是要先突破你的限制性的信念，还有踏出舒适圈，再来你就可以照刚刚的步骤列一个理想工作的清单，常常去想象你想要的工作，培养自信心，然后依照直觉来行动，这样子一定可以找到理想的工作的。希望今天的鸡汤内容对你有帮助。其实我是一个非常鸡汤的人。这支影片是用吸引力法则找到工作的8个故事，可以去看看哦。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